欢迎呀，欢迎！晚上好呀！最后一节示范了。心头像一排枷锁，我是其中的那个。总抬头望着日落，映着大观园的形形色色，究竟是福还是祸？实在不想浑浑噩噩。这对吗？所以等级森严的吹打，当我倒了一杯茶，白酒都是丫鬟，也要分出尊对吗？这对吗？对吗？就算一向如此，就对吗？什么但给不出我回答，请问碧寒问我配吗？我配吗？小红，他无端受了这般辱。小红，他有苦他却说不出。小红，突然感觉多孤独。小红，他看不清未来的路。随缘过，随欢乐，阿弥浅谈都是错。贵非仙，富非林，击鼓续老，取舍和天真。当觉悟以欺凌弱，须防运去相逢住。剪辑慢，不论高下平等一边看。你不过是个婢女，哪来那么大的脾气？搞得好像气宇轩昂，像唱着戏曲，死后挖苦，殊不知自己也就是个偏旁。很久自卑，又不敢对其他人发火，只能欺负更弱小的人，彰显声势。一丘之貉，成为想头抱团大伙来说说你们谁说的话是圣旨。我坚信这不是大观园的规则，夜空有了星光，就不是一片黑色。有人麻木，有人逐渐拥趸，直到更弱者就凶狠地说到我的回合。但我绝不会这样沆瀣一气，别忘了我命中带着温润的玉，玉虽脆弱，却也坚如寒冰。小红望着夜，眼中有了繁星。小红，他只是个普通的凡人。小红，他也有独特的灵魂。小红，他渺小但却绝不鸡肋。小红，他正等待着一个机会。小红，随欢乐，阿弥浅谈都是错。贵非仙，富非林，击鼓续老，取舍和天真。当觉悟以欺凌弱，须防运去相逢住。剪辑慢，不论高下平等一边看。那我们先看一下文档吧。找了今天的一些参考，一个是动作没有完全参考它这个太独特了，完全参考的话，我们可能有人要那个啥，我们还是给它改一下。而且它就是弯的比较的幅度比较大，我们可能就画的时候，衣服会就不好画，可能你的这些东西这些地方还要补一点那个衣服，所以给它扶正了一点。然后是
一个基础版型，大概是这个魔女帽，这种大大的魔女帽子，然后是一个芭蕾风洛丽塔的腰封，大概是参考了这一块。然后是一些小物，我的小爱同学怎么好像一直在说话，好奇怪啊！好，我们再看这个小物，一个是这个放药品的柜子，然后是一些花花草草，然后这个东西感觉看起来很像一个帽子啊，所以我是把这个做成了一个帽子。这边的话也是，本来是准备把它放在那个帽子的内部的，有点花窗的感觉，后面换了一个地方。然后是一些小瓶子，这个是一些花的那个就是实物参考。好，配色的话就是普通的那种粉蓝，然后因为有一些叶子，所以找了一个。其他我看一下，其他好像没有弄其他东西，只有一个啊，就是看到的一个可能用到的。比如就是空间刷到的，它只要随便画一个形状都可以画成鸭鸭啊。那我们如果用上一节课的思考的话，我们是不是直接把那个面包画一个这个脸和脚都可以啊？然后看到了反图里面有三花鱼，感觉只要材质颜色一样就可以是各种生物物品。好，那我们就切屏回来吧。好，稍等。哎哎，怎么没了？哦，有了有了。好，那我们就先按照这个参考来。我想的是，他的手可以扶着帽子，这样刚好有个帽子在这儿。我们依旧是先画这个头啊，依旧是先画头，先画一个圆。好，这里我们就跟着他画，后面再根据自己的什么衣服、小物之类的可以改一下。好，这个十字架现在可以画上，然后是脖子、肩膀，肩膀我们还是顺着它的角度来。好，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脊椎是往哪儿走的呀？稍微往左下这边。好，我们跟着画。好，然后是胯这里。因为它的这边是侧着的，一般这个时候我会把手臂的这里给它画一个圆啊，让它看起来是这里有厚度的。这个时候也可以把那个身体的厚度给稍微画一下，这样方便我们等一下看它的那个，就是人物的朝向是朝哪儿的。然后是腿部。好，这里可以看到腿有点短哈，我们先把这个画了，我们再去改。好，然后这种它有一丢丢有透视的，怎么弄呢？有一丢丢有透视的角，我们先画一个那个鞋底，先画一个鞋底。
啊，然后给它画它上面的这个斜背。然后我们不知道怎么弄的话，不知道这个角度是怎么回事的话，我们可以把这只脚的有透视的这个圆锥给它画出来，而不是圆锥，圆柱给它先画一下，给它接上我们的脚踝。好，我这里把这个大小改一下。然后我们手往上抬。好，我们也可以先把手给画了。为什么要先画手呢？因为先画手，我们好就是看它的大臂和小臂有没有一样长。我们先画这个，比如先画手的话啊，先画手臂的话，有些时候可能就手没有到我们想要的位置，然后去改的话啊，这里就可能不太一样长，所以我们可以先画手。手要扶着帽子嘛，我们可以把帽子画出来。好，帽子怎么画呢？帽子的话，我们先把它想成一个圆锥和一个圆盘，它是一个这样子的。然后呢，这里我们就画它的下边这里吧。好，这里是内部。然后我们把这一块给它压一块下来。好，这样给它压一块下来。然后上面这个圆锥可以给它套点蝴蝶结呀什么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所以我们画的时候，我们就先画这个 S 型。我们先画这个 S 型，就这是一个头哈。我们在它的头上画一个 S， 然后再给它画一个圆锥。我们注意这个锥锥的下面能不能带上哈，不要就是说，我们的锥锥跑这边去了，这就是好像没怎么带上，就不要跑太远，稍微对不准一点点是可以的。毕竟那个帽子它可能就是啊帽儿歪歪戴，媳妇儿来得快什么的。我在说什么？好，我们来给它画那个圆锥，就稍微歪一丢丢还是能戴上去的。好，然后手找一个地方。好，画了手，我们给它把这个上臂下臂给它连一下。然后另一只手，这手我们就画那种最普通的往边上放。这手的话，它大概的结构是这里有个大拇指，然后小手指这里，中指和无名指我一般把它就画一起，到时候这里我给它分开就好，然后是食指。
我们这里可以把这个帽子给整理一下。哎，卡住了。好，然后我们来给它加体块。这里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手臂有没有在腰上。好，哎，我怎么用了红色？改一下。刚才看那个，就看腰部那里，其实主要是，我们就又发现了一个新东西，就是我们对准了腰部之后，然后那个腰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腰的那个是不是有一点对着肚脐了，肚脐在它稍微下边一点，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基准去，就是推出你下边这一块是多长的。这样感觉就是不会让你的腿画的太短。然后我们侧面这里用那个连体衣的方法，给它判断一下这个腋窝在哪儿。好，这里我没有完全按着这个参考走哈。好，然后是腿部。我们来看一下朝哪儿比较好。好，先画这个有透视的圆柱体，然后我们再去加这个，先画它的鞋底板，然后我们就可以找到它的上面这一块在哪里了。你没关火，啥子？没关火，帮我焦关会儿。了。我操！
这里是画了一下那个鞋底板，鞋底板是，就先给它画上，主要是，就判断它的那个鞋，就它的角度在哪儿，一般这里也会给它先画上。这里可以擦掉看一下。好，我们来调整。是的，是的，他这个动作调的很好看诶。人偶居然调的这么的生动。然后我这里是把锁骨和那个胸腔的地方，这是胸的下边，稍微的画一下。好，然后我们的下半身其实可以扭曲看一下，朝边上再扭一点会不会更好看？这个就看自己了。OK，感觉是差不多了，那我们就下一步吧。新建图层，然后把前面不透明度调低。好，我们来画脸。依旧是一个弯弯，是斜着的脸的话，我们另一个弯是这样往下的，就是半侧，有点半侧的那种脸。好，我们画上眼珠。斜着的脸的话，鼻子会稍微的偏侧过去的那一边。这种人偶搜什么关键词可以找到？搜关键词，这个是首页直接给我推的，然后它这个应该是个盲盒，可以买到的那种。然后有一些养娃的博主就会摆这种比较好看的姿势，可以搜一下。但我建议还是不要和它太一样了，因为就是人家也是那种比较辛辛苦苦的摆的，太一样不知道会不会被那个啥。这种搜，直接搜娃娃会不会搜到啊？搜 BGD 什么那种？
已经养好了。我们画完之后调整一下这个脸的大小。好，然后我们去画他脸的轮廓。我们画脸轮廓的时候，感觉这个脸是有一点歪吗？还是我的脸画歪了？调一下。依旧是眼睛的下边开始凸起。稍微的调整一下，因为我自己是不太好一笔画成瓜子脸的，给它推瘦一点。然后可以看到嘴巴好像是有一点点太过去了。好，现在比较的差不多，我们再把整个带这个脸轮廓整个的给它调一下，调到一个合适这个身体的位置。好，然后我们去画头发。头发的话，这里没有弄太多的东西，总之就是一个披发。我们还是找到发旋，然后从这里开始。我们画的时候，如果已经比较的掌握那个画发这种一撮一撮的发丝的方法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画那个发丝。如果不熟练的话，我们就先画发片的位置。每次脸颊画不好，正常的感觉那些脸颊画的好的都是特别会抠脸的，就是会为了画脸下很多功夫的老师。好，我们找一下想要的发片的位置。这里的头发我想的比较的特殊，比较的特殊。总之是，大家也看到那个参考里面的花窗了。我本来是想画在帽子上嘛，这种树枝，然后里面是不同的花的，有点像花窗的。
现在想了一下，就是画在头发的内部里边，好像更有那种繁花魔女的感觉。大概就是外边画一个圈出轮廓的发片，然后里边我们直接画这个树枝，然后从里边填充一些花花。然后画了这个之后呢，感觉它是连到头上的嘛。连到头上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想做一个山羊角那种东西，可以把它连在这里。那我们还可以就是伸一点点出来，可以让它挂一点头发上去。这样的话，我们的头发也是比较的特殊了。这个可以往下一点，到时候它的下边就是那个叶子，比较嫩的叶子，然后里边我们可以画一些花，这样的话也是有一点储物的那种的感觉吧，可以在这个里面装东西。然后上面的这个枝条的话，我们可以给它画一点花，花的颜色是一样的吗？是的，是的，我是找了那个，都是粉色的花，因为画不同颜色的话，我们可能要就去搭配一下，我们就画那种同一种类的，就是同一种颜色的不同种类的花可以。有时间去搭配的宝宝也可以画不同颜色的，那种花窗的感觉还挺好看的。好，我们去扎一下发丝。之前还画过，就是头发内部是布块的那种头发。这个东西的话，好像就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些棉花娃娃，有一些棉花娃娃，它的发片是外边是毛绒的，外边是毛绒的，我操，有点像纸鹰，怎么会这样？加一点，然后它的里边是一块布，这种还就挺可爱的，它的头发是那种绒绒的，然后所以就有画一点那种头发内部是一块布的，这个的，所以感觉头发的内部也是可以做一点文章，可以给它搞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好，我们画一下脖子，看能不能连上身体。连不上的话，可能就还要再调整一下。然后看一下，我们还是把花的种类先画一下吧。就找一些粉色的花就行。比如说那个樱花，樱花的话，它的花瓣是一个有一点小爱心形状的，然后是5瓣，我们可以给它画一点，因为是草稿，我们可以就覆盖，把这种覆盖的地方我们直接画上去就好。然后樱花它是一簇一簇的，
这个我们就随便画一下，然后可以给它画一点那个花苞。好，这个里边呢，我们就按照是什么花，我们就画什么叶子，就这个枝条的里边。外边的话，我们就统一画一样的吧。然后可以有粉玫瑰，玫瑰怎么画？玫瑰，我一般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方法，我先酝酿一下啊。首先我是先画一个梯形，然后再画一个梯形，给它画成这种有一点点交错感觉的，看一下。画着画着容易变成究极复杂色，画过一期的第4个作业之后太复杂也不怕。第七的4个作业，第4个作业还好吧？其实衣服还好。哎，我先想一下这个花瓶是怎么画的，因为平时中间这里画的比较敷衍。一般来说，我看一下是画的小三角还是画的小梯形。啊，也可以这样画，就先画一个方方的，这种有一些棱角的圆，然后我们给它画一点这种小花边，然后再在它的外边画别的花瓣。啊，先画一个弧形，然后再给它加反过来的花瓣。玫瑰想了一下，好像就是两个这种不规则的弯弯，然后给它一直往外边加花瓣。然后我们加花瓣的时候，可以给它稍微的画一点点这种线，作用就是它反过来的这个花瓣。我们在这种交叉的地方给它加一个加这种花瓣，然后再在它的边边画一点点这个反过来的这种线，看着就还行。然后它的里边，我们可以把这里给它画成一个小洞洞，这样的话它看起来像那个花心里边的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整理一下，给它连上花心，啊，是不是看起来就好像有一点那种花苞的感觉了？啊，这边也是。好，然后我们给它画上去。第一期的第4个作业好像是那个伞画的太累人了，但画伞好呀，就是我们实在想不到什么很好的东西的时候，伞是比较万能的一个东西。花苞的话，我一般是先画一个圆，然后画一个圆圆的 Y。玫瑰的花瓣，玫瑰的叶子好像我记得是有一点锯齿的，然后是一个3片一组。我们给它画上。
其实这个我们可以后面再画呀，不然等一下被那个裙子挡住了。这里我就先说一下怎么画这个画法吧。然后还有什么？还有百合，还有那个非洲菊。看一下啊，绣球，木绣球的话也可以。绣球的话就是这种4瓣花，给它围成一个圈。我们只画这个边上的就好。最靠里的这些，我们就稍微的画一点点它的轮廓就行，这样就不会太密。我们就这样一团一团的来。然后绣球的叶子，我记得是这种一大张的。在这个最好找一下实物图，因为我不太确定是不是长这样。其他的话，我记得还有那个海棠花也是有粉的。海棠的话，好像它是比较的垂的，往下垂。然后一株下面很多都是往下垂的，这种叫那个垂丝海棠吧，好像。有伞，还有垂在地上的袖子，还有蝴蝶，里面伸出来的手，确实，确实。但看的时候看看裙子，感觉裙子好像没有做太多文章，好像都做在别的地方了。其他的我就随便画一丢丢吧。先给它码上位置，等下可以画点什么小桔梗、小百合。我们就这样吧，不然等一下裙子全挡住了。我们这样画的话，挡了一堆。然后帽子，帽子我们这里可以把那个花边一起画了。花边怎么弄呢？我们先从这里往上一点点，往上一点点来画这个缝线和花边的缝线。好，这里都留一点点出来，这些都留了一点点出来。然后我们画花边，这里的花边我们可以就稍微画一点这种有一些往下转折的这种小布块儿。这样的话，你的花边看起来会更蓬。好，然后接着另一边，接着内部的这里，给它从边边把花边画下来，然后画里边的缝线。啊，记得这里要接住哦，这里要接住。好，然后我们把里边的褶皱给它划拉一下。想画栏目菊，加油画！这可以画很多自己喜欢的小花花。头发这么大，衣服是不是得画小一点？我裙子好像还是画的挺大的，等一下可能要把这里的这些给挡住。我一般是裙子画太大的话，就把头发给往边上一丢丢。
画小裙子也是可以的，可以找一下那种好看的、比较往内收的小裙子。好，我们继续把边上这个花边给它画一下。我们的这一块可以给它稍微的抬高一点，因为这里也是可以画一些小东西的。比如说我们那个昨天说的在圆锥和圆上面填空，我们是可以把这个圆环也给它就是异化成一些其他的东西。好，然后帽子上边的话，我画的是那个很多本书，下边是一个小柜子，就先随便画一下。一个小柜子，然后里边可以伸一些东西出来，然后上边是放的书。先缩小一点。好，这个形状的话，我们可以先把它的位置给想一下，大概在哪个地方，我们给它画出来。然后我们在里边给它填空，画上这些书。然后书怎么画呢？如果它是一个比如说我们就这里这个角度吧，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长方形，把它想象成一个这样的，然后我们给它画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个 U 吧，一个 U， 然后我们就把它的一个里边的书页给画出来了。这些角角可以给它画圆一点点，这样看起来更像一本折过来的书。还有这里也给它稍微的画圆一点点。知识压在了头上，竖着。我们顺着这边来。好，然后再往下的话，我们就画一个，这里可以画一个翻开的。翻开的怎么画呢？翻开的我们先画一个弯的书页，另一边也是画一个，这样两个弧，然后拿个线给它接上，然后我们从这个弧的下边给它往下加厚度，然后中间我们画一个三角，因为它的那个书它好像合起来的时候，这里会就展开嘛，有一下好像这里有个三角。画完之后，我们给它画封皮，在外边画一个刚才说的这个东西的一种比较扁的版本，然后给它把这里接上。总之就是画这个书页，画书页，然后往下三角。好，给它厚度弄一下，然后再在它的边上，在它的四周再框一下，给它画一个边框。这里就不画了，这里因为看不到。画了边框之后，把它的下边这里稍微画一下，给它搞出厚度。
然后再把这里的一个折痕给它画一下。好，我们这边也一样处理。好，这个书的话，一般可以画一个书签袋子，然后我们的这一块画什么呢？可以画飞起来的书页，主要是再画那个整体的书的话，有点难画，我们就拿这个书页给它填充一下吧。我知道了，这好像叫那个聪明绝顶。下面的这个好像画太大了，给它放小一点。好，这样看起来就是一个比较异形的一个魔法帽了。可以看到这里差一点那个厚度，给它拉下来。这边从抽屉里面冒出的花花草草也是可以给它衍生出去的。然后帽子的这个上边可以放一点东西。一般来说，这里会打一个蝴蝶结。然后我想的是，这里可以放一个香薰。其实这里放香薰好像也没什么道理啦，总之就是桌子上可能有香薰，然后这个薰衣草它也是有一点那种香味儿的。边上可以画一点花瓣啥的，总之就是给它装饰一下。哦，这里有手的吗？挡住了。然后我们来画衣服。衣服的话是一个芭蕾风的那种上半身。我们先画一个有点像兔女郎的那种感觉吧。好，我们注意一下人体的中线，一般是从这个中线开始算，然后还有这里的我们的一个腋下。好，我们定好这两个位置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的那个胸部画在哪儿比较合适。好，然后那个腰封它一般会从这个中线冒一个尖尖出来，然后是一些绑带，这里上边就给它画成那种有一点胸衣的感觉，然后另外两边画绑带，中间可以有那个扣子。
然后往上的话，中间这里可以打一个蝴蝶结。哦，打蝴蝶结的话，基本上边就给它挡完了，基本就挡完了。如果不打蝴蝶结的话，可以顺着刚才的形状画一下那个花边。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小花边上去。好，然后尖尖的这里一般也是有一层这个花边的。然后我们看要不要画这个吊带。好，画完吊带，我们可以，如果这里比较空的话，倒是可以画一个那个，一根线。比较空的话，可以画一根线；不空的话，我们就不管它。然后脖子我们可以画那种，很多花花的 choker，然后这边可以打一个那种小蝴蝶结。好，这里还是要注意它的位置。然后我们把看不到的人体给它描一下。然后我们画一个袖子。这里我想的是，就是袖口这里是花边，然后它的整个是一个有一点机绣感觉的，前面的可以把它拉低一点。好，左边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画。然后，这个胳膊这里我们也画一个边边，然后画出被挤压的这些褶皱。好，这边的底部的话，我们等一下就直接塞在裙子里边吧。然后我们来画裙子，裙子的话，我们这次画那种能看到裙子底的吧。我们先画两条线，画两条弧线。好，我们画的时候注意看一下这两个，就是会不会让裙子两边不一样长，到时候可以调整一下。然后我们把它也是想成一个圆锥，给它把这个圆下边的这个底部的圆画一下。好，也是稍微的调一下各个的长度。好，然后我们来想一想下边画什么。
我们来画一个这样的吧，有一点像那种很厚重的那种叫什么裙罩，有一点像裙罩。然后中间我们可以给它画一个圆圆。这里我们也是按照透视去稍微的改一下，把侧面那边改窄一点点。然后往下这一块的话，我们就用上一期说过的最简单的那个花边，怎么画呢？就是三瓣，这样三瓣，然后给它画成鱼鳞状，再给它画一点那个褶皱，这个超级好画。好，然后我们把刚才的辅助线给擦掉。把刚才的这些给它画一点花边，中间的这个也可以加一点。好，可以看到我的这里是有一点点蓬的，所以我们的褶皱也是这样弯弯的走。在它的底部的时候，把它的那个厚度给画出来，因为它的底部稍微的弯了一点进去。中间这个的话，我们就用围裙的那个方法给它画一下褶皱。哇，织了好多花呀！等一下我要把它全拉出来。然后是后边的这个花边连上。我们可以把这个褶皱给它补一下。前边的这里我们就画那个刚才说到的三瓣鱼鳞花边，我们就也是画在这种交界处。好，我们再往下。腿的话，我们可以先分一下哪些地方有什么，比如说腿环、袜子之类的，给它稍微的画一下这些轮廓。可以看到，我们有透视的这只腿的话，也是按着它的这个圆柱的一个方向去画的。我们的圆柱也是差不多是这个弧度。好，上面的褶皱也要跟着来。这里是画了一个袜子和腿套。我们的另一边也画腿套吧。
然后鞋子我们可以画2根带子的，2根带子边上一个蝴蝶结的那种，然后可以稍微的勾一下边。好，图也可以稍微的勾一下，到时候我们这个蓝色的就可以直接关掉了。我们把这个袖子给它画下来，然后去画一下手。手这里是有一点扶着帽子的。然后我们可以给手画一个，小手套，一个半指手套。这个本来是想画一个那个，就是鲜花的输液带，然后给它藏在手套里边。然后画完发现这个输液带已经没有地方放了，所以就只有手套了。好，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先把这个头发调一下吧，头发顺着我们的身体稍微调一下。好，我们把这个腰也调一下，感觉这里看起来有一点点长。裙子的两边也是稍微的弄一下，让它们不要就是一边长一边短。
裙底其实也可以拉一下，让它那个底部看起来更多。好，差不多。然后我们来看腿上可以加什么细节。腿上的话，首先是我们的腿套是可以做成一个小生态瓶，我们可以把它做成透明的，然后里边有一些水，可以养一点点小球藻。另一边的话，我们就画最简单的吧，画2个蝴蝶结。然后腿上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画一条小路。这个好像也看到了一个小参考，是看到了一条小路，很可爱，但现在找不到了。我们可以直接给它画上来，也可以给它画成那个缎带的形式。好，我这里是直接画成有一点印花的那种感觉的，然后中间它可能有一条那种石板小路，然后边上是一些花丛，可以加一点那个小草。这个也是可以衍生进去哈。然后另一边的话，我们给它随便画一点小叶子。好，可以看到，其实这里是有点空的哈。这个我们画的时候，就现在感觉还好，其实涂了颜色之后，这里很空。我们给它加一个那个小药箱，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什么药剂的这个元素，我们给它在这里加一个小药箱。好，又是在画我们的长方体了。这个带子可以对准一下它两边的中间。然后这个箱子它可以稍微的往右边转一下，和我们的这个动态差不多的一个方向。然后我们去装饰一下这个小盒子，可以先给它画一个盖子，然后是边上有一些那种箱子，它的边上会有一点铁皮的这种小扣子，这种转角的小扣。然后我们这里挂输液带吧，本来想着挂在边上，让那个小使魔来提着的，没有地方画了，我们就画在这儿。可以这里打一个钉子，让它挂在上边。然后里边是那个鲜花和一些液体。另一边我们可以挂一个小香包，可以给它画一点小花纹。然后侧面我们可以画那个画针，画一个针管。看一下怎么挂比较合理。
好，我们的针管可以流出来的不是水，我们可以像那个公开课的那个落花流水一样，我们流出来的是这个小落花，我们直接落到了这条小路上，是不是又联系上了呢？使魔派钉子，可以的。这个是什么作品里的东西吗？我其实对西幻不是很了解。然后顶上我们就打个蝴蝶结吧，直接打个蝴蝶结，或者说我们可以画一个提手。啊，不太好画提手，画个蝴蝶结吧。哦，这边还可以画一个那个小瓶子，可以画一个小瓶子，然后这个瓶子可以塞住，或者说里面可以养一点点小花出来。这里我们就把前边的先给它用白色给它们先区分出来，不然等一下看不清楚了。然后可以调整一下这个药箱的大小。然后依旧是包包带子这里也可以搞点东西上去，我们可以给它绑一点点那种小甘草，会有一点香味的那种小草，晒干的小草。来，同学。然后另一根带子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拿这个袖子给它挡一下。然后我们再看看还有啥，还有我们的使魔还没有决定，我先把边上的标注给放出去一下。使魔的话，我是从那个，稍等看一下，我是想在这个帽子上加一个翅膀，但发现这里好像已经加不上，我们加一点那个，柜子边上可能有的东西，比如说什么那个卷轴。这里可以加那个卷轴，然后我们的翅膀可以画在下边，就比较长长的尾巴的感觉。
翅膀我们加在哪儿呢？我们可以加在这种地方，然后让这个翅膀给它返回来，包裹住身体。我们先从它的下边开始画吧。好，稍微调整一下下。因为这个它挡了很多，所以我们到时候其实可以把它画得稍微的透明一点点。好，这个是连在帽子上的。然后这个小翅膀，我们还有花，还有一个大帽子，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哎，我们的帽子是不是其实有一点像水母呢？它的下边这里是散开的，然后我们的内部可以装一个种子，然后它长出来的枝条也是有点像水母的触手的。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小脸啊，然后翅膀可以扎在它背后，这样的一个小死模。然后它的触手的话，我们也可以根据它的种子和种球来更改。幽灵啊，确实有点像诶。感觉小幽灵也很适合耶。我先把这个标注给挪出去一下。好，然后头发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又是被遮住了，我们可以调整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去找空隙画我们的那个小齿模。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可以画，然后这一圈也可以画。好，它的内部可以是一个种球，一个水仙花的种球。可以翘两个小手上来，然后小翅膀也可以用它自己长的那个花来当它的小翅膀。啊，可以没开花的用小翅膀，然后开了花的我们就用自己的花瓣。
感觉这种幻想生物也可以用这种联想去做一下，然后它的上边给它画一点东西连上。好，再往下可以画一点别的类型的。这些地方其实可以吊一点花瓣，因为这里还有这个花枝的角。这边还可以来一个，我们可以画在这个翅膀的里边偷看。或者直接画在翅膀的外边，应该会就分层好做一点。这些小东西也是半透明的吗？可以画成半透明的，因为我想的是水母，所以我想的是一个有一些半透明的。然后到时候这种小东西我是放在那个新的一层去画。好，可以看到我们这里也是有一个小引导线。好，看不清楚的我们依旧是按照惯例补一下。另一边，我们再给它画一点和花相关的东西。蝴蝶怎么样？好像第一期的最后一节课也是蝴蝶。蝴蝶它的下边能不能长一个小果子呢？一个小荧光果实，小萤火虫。加一点小闪光。这里我们等一下可以调整一下这个腿，每次画完衣服腿都有一点短。然后头上的话，看一下，头上我们可以等一下配完色之后给它加一点那个小链子。啊，这种小链子，我们等一下用中空笔加吧，希望等下还能记得。意思是蝴蝶里面，哦，那个蝴蝶里面好像有个水镜子，有个水镜子，我已经记忆清空了。好，看一下有没有画到的东西。
这里倒是可以再加2个小药品，我们到时候再加吧。把裙子下边挡着的给它在中间建一个涂层，用白色涂料。为什么这次都没有把它直接擦掉呢？因为我感觉等一下，就是想把这些花拖出来的话，还是给它留着吧。可能会想把这些东西给它拖出来。这个蓝色的好像可以直接关掉了。可以看到关掉之后，我们的这个有点问题啊，有点问题。这腿有一丢丢短。好，给他看看在哪儿接上我们上边的一个身体。好，这样差不多，我们去配色吧。边上可以扎一点点小蝴蝶结。好，配色依旧是直接拖一个黑的，然后模式改成饱和度，然后我们控制它的一个深浅的话，我还是直接用这个白色的涂层再弄，然后再开一个正片叠底的方式啊，这个就看大家怎么样比较方便，这种上色的方式。然后下边的这些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把它们调成看起来差不多的。好，这些看不清楚的都可以擦一下。好，我们来配色吧，先来个肤色。然后配色那个我好像没有存在平板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比较普通的一个蓝粉。然后我们先来上粉色吧。我们可以先上一个比较浅的，给后边，给这个头发后边的花花。
然后这个翅膀有点太显了，给它擦一点。然后上边的这些长出来的花，然后我们可以用深一丢丢的颜色来画这个裙子。一般来说，这种裙子的话，腰封是有这个颜色的。然后往上的话就是蝴蝶结。好，然后我们把下边这个裙摆的给它填一下。然后我们来上蓝色，蓝色的话，这里有一点那种小婴儿蓝的感觉，就是在天蓝再往这个深啊，就是天蓝往紫这边走一丢丢，走一丢丢就好，有一点那种比较温柔的蓝色。然后一般来说，这个的话就是拿来上这些丝带了。好，蓝色我们可以上下边的这些蝴蝶结。好，上了蝴蝶结之后，感觉还是差了一点。我们这节课的素材依旧是在那个网站上找的嘛？对的，在那个 Pinterest 上面找的。我们可以把这个边边也勾上，看起来是缠在上面的丝带。Pinterest 好用的，大家都可以试试。然后我们这里还是给它开关一下，把草稿这些全部组一起。好，关了之后看一下这个颜色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找的方式不对，让绿泡泡登录。是的，那个要魔法。魔法不是这个，魔法是那个啊，爬上爬下的那个梯子。就它是一个外网的网站，所以它就是会收集一些外网的一些那个素材。然后这个帽子的内部我们也填上粉色。是的，是的，它有那个 APP 的。弄一个那个外国的
苹果账号就可以搜到了。谷歌商店也有，安卓的话，谷歌商店也有。好，我们上边也就是给它相当于填空，哪里少我们就给它填一点。书的话，我们的封皮都是这个蓝色的，然后这里没有粉色，所以把它的书签画一个小粉色。头发我们弄一个黑色吧，黑色我一般是用的这个偏紫色的一个黑色。好，这里因为我们翅膀想画的稍微有一丢丢透明，所以我们还是把翅膀下边的这个颜色给它画一下。然后我们再把这些白色的地方给画一下。这手套可以画成粉的。其他的我们就有一点填空感了，就是它是什么就是什么，是什么颜色就画什么颜色。比如说这个小鹿，它是一个草丛，我们就直接画绿色。这个绿色加进去，我们还是开关一下，看一下这个绿色就看起来怎么样。我们把底部的这个叶子给画一下。裙底的里边，我们也用粉色填充一下，让它的这一块全是白色的，有一点别的颜色。
小路的话就是，那个有一点偏黄的石头的颜色。这个花花我们可以画成蓝色的，正好我下边没有什么蓝色的颜色。好，然后下边也用这个蓝色给它做成一个小生态瓶，然后下边可以养一点点小球藻。好，另一边我们就用普通的方式，把这个蓝的蝴蝶结搞上去，上边的植物绿的搞上去，下面的话我们就穿一个粉色的小皮鞋。然后是这个小箱子，好，这里也是没有蓝色，可以用这个蓝色来作为它的箱子的袋子。好，这个花花给它掉下来。好，这边的这个输液袋可以就做成粉色的花。好，然后这个麻布袋子一般就是有一点那种，灰黄色，有一点灰黄色。我们也就是关了看看。哎，这样就合理多了。好，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没有涂到的。上面的这个薰衣草，薰衣草，还有它的叶子。这个我们新放上去的颜色还是那个开开关关看一下。然后卷轴的这个绑带，好，边上这个小蝴蝶，我们给它画一点点蓝色的。好，然后是这个小水母、小幽灵。看一下这个，当时好像说的是一个水仙花。水仙花好像没有这种小花苞吧？有一点忘了。一般来说，这种
画了之后自己也搞不懂的，我就说是那种幻想的，这是魔法造出来的。好，里面它的一个中秋。然后这个是一个没有长花花的，这边这个好像是一个玫瑰吧。玫瑰可以扦插嘛，但是我的里面好像不太好画那个扦插的图了，画扦插的图都变得都像小暹罗了，这样子吗？也不是不行，看一下颜色怎么样。感觉自己会画的花好少，没有关系，可以用我之前说的那个，就找参考的方法，就怎么找呢？我们找那个花的名字，然后加植株两个词，然后它里面会有很多，那个比较清晰的线描画，比直接看实物要来得快一些。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我们自己画的时候，可能会观察不了那么多细节嘛，我们直接去看有别人画好的，反正这个也是那种百科全书一样的嘛。好像是这些了，然后我们把帽子的那个链子画上吧，新建，然后自动描线，给它画一点那个小链子上去。哦，还有眼珠子没画呢。这个珠子也可以就画一点别的形状的东西。这个我们就画粉色呗，反正都是粉色花魔女。以及我们这个脸上的话，其实也可以就是下一点文章的，比如说你的瞳孔可以画一个花花啊，瞳孔可以画一个花花，或者说你的那个瞳孔里面有长出来的东西之类的。之前出过一个设施，下边它是花瓣，下边的这个东西它是个花瓣，就这些也是可以去做一点异形的。然后我们的睫毛的话，它其实也和那个植物差不多嘛，它也是这样生长出来的。我们也是可以画一点啊，甚至它的下边还可以就是长花花，还可以掉一点下来呢。
好像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吧？哦，这里还有准备画的一个小瓶子啊，这是找了那个小参考的。看一下，首先一个爱心瓶子，我们里边可以长一点小东西出来。和边上可以再来一个。可以试试的，可以试试这种眼睛。好，我们给它绑2个在这里，也就是看一下颜色对不对。然后看一下，我本来还想了一个设定，就是它有不同的花嘛，它就是从不同的花里面提取出那个能量来做那种相当于增益药剂吧。然后想了在这里搞一些那种小图片，就每一种花做成了小药剂，看一下就加上去会不会奇怪啊？可以加一下。主要是感觉设计那个小瓶子好麻烦哦。可以直接加一点那种普通小瓶子。看一下要不要加个边框呢？不然这里就全是白的。上面可以画那个植物的小简笔画。然后装饰的话，可以给它的两边，像那个上一节课一样打小蝴蝶结，或者说我们可以，搞一点那个花给它贴在上边。啊，看一下奇不奇怪？看一下奇不奇怪？感觉还好，感觉还好。让下一节课的老几狠狠的勾线吧。哎，目前看来大概就是这些了。好，那我们也是去搜一下那个花什么紫珠吧，给大家就是看一下那个粉色的花有一些什么。好，我切一下屏。我这种花的话，我们直接还是在百度百科上搜嘛，因为它，就百度百科还是有那种实拍图。然后我们去 Pinterest 上面搜的话，它可能就是它是一个外网网站嘛，我们去搜可能要搜它的英文名字。怎么有这个呀？这个好像是它自动搜的，看一下。看一下樱花紫珠。啊，怎么没有啊？怎么没有啊？我之前搜黄连是有的，现在没有了嘛？哦，这种是不是看起来就很清楚？我们可以给它概括一下。首先它是5片的，然后它有锯齿，我们先给它画一个5瓣，然后给它画的时候
搞点小锯齿，它就是一个比较，稍微抖动一下，它看起来比较的相似了。然后边上也有一些别的。然后其实看别人的画也可以啊，别人的画的话，一般就是看那个花花它是多少瓣的，可能比你看这个实拍的要好看到一些。我们搜樱花，哦，这个简笔画也可以，这个简笔画也可以，可以看到这种就直接简单了很多。我们就跟着这种小简笔画来。然后粉色还有什么？粉色，六出花有吗？六出花好像不是树上的呀。垂丝海棠。啊，这个也有，这个也有。主要我们是看它的一个形态是怎么样的啊，比如这个就很明显，它是一个它最顶端是先叶子，先有一簇叶子，然后往外边是这个花，所以其实我们只要会了一种花的话，很多花都可以用这个方法画出来，无非就是把这个花瓣给换一下，把这个，比如说这个是梅花，这个是桃花，这个是樱花，然后看一下它有几瓣，然后它的叶子是怎么长的，大概就看一下这些。那这节课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就结束啦。人类只有简笔画，正常的，正常的。我平时也不会画那种太难的花花，比如说这种水彩的，就画的特别特别好看。一般来说，就是画这种简笔画，我们给它，多搞点儿。我记得之前就看朋友，他画了很多那个小花花嘛，画了很多。好像有说过哈，好像有说过。然后它的叶子是直接这样画的，看起来就没有什么细节。然后它改成这种一重一重的叶子之后，看起来就很不错。所以我们那个花画的比较简笔，其实也还好了，主要是搭配嘛。在完成上节课的作业，感觉这个衣服的配色不太好，可以帮忙看一下吗？可以的，可以的。等下小窗发我吧。我也只能就是给宝宝看一下，这怎么样弄一下。不太擅长的，我可能得看一下参考。好，没有其他的话，那我就结束直播啦。有问题可以小窗找我。好，大家辛苦啦，拜拜拜拜。